AI 办事对外开放，官宣接入东方航空 ，AI 办事逐渐渗透我们的生活。现在 AI 越来越能干了，老爸，这对我们来说是好还是坏事啊？简单的说是好是坏，其实都不够准确。更加客观的看 ，AI 的发展带来的更多是变化和挑战，最终结果的好坏取决于我们人类如何应对。客观来说，AI 确实能把更多人从流水线和繁琐的工作文件中解放出来，去做更有创造力的事。比如日常生活中你想点外卖的时候，觉得什么最麻烦呢？那肯定是选自己想吃什么呀，到处找领券入口，然后还要去各种平台比价。你看这些无效占用人类精力的琐事，就是 AI 办事要解决的。所以前段时间千问上线了可以直接点外卖打车的功能，不仅便宜，还节省了你很多挑选操作的时间。确实当时我身边的人都在用千问点奶茶呀。没错，但那时候千问只能调度阿里自己生态内的服务。这次千问宣布接入东方航空，这是千问第一次走出阿里生态，接入外部平台。以后就不只是奶茶，订机票也可以直接跟千问说了，直接跟千问说我想去哪儿就可以了吗？不只是这样，以前你订机票要干嘛？打开 APP 选出发地、目的地、日期，再筛选价格、筛选航班、筛选座位，前后都要10几步，至少挑选半个多小时。现在直接说帮我定下周5晚上北京飞成都，靠窗800以内，千问直接给你筛选办完。那如果我的需求复杂一点呢？比如我带家人出行，要求一堆AI 会不会搞错呀？这就是 AI 发展的意义所在了。你直接说我带老人小孩3个座位连在一起，不要红眼航班，预算别超过2000。以前这些条件你得一个一个手动筛，现在说人话就行。以前是我们去找服务，现在是 AI 围绕人来服务，这差别还挺大的呀。以前光筛选就要花好多时间而且不只是下单，以后是服务主动来找你。航班快起飞了，千问能提醒你值机，延误了主动帮你查好备选航班，问你要不要改签。落地之后根据目的地自动帮你叫好车，在出口等着你。合着出行全程我只要负责坐着就行了。这只是开始，未来不止出行。千问接入东航只是开始，以后订酒店、挂号、看病、叫车，任何服务都可以接进来，让 AI 帮你调度。所以以前系统是给人用的，以后系统是给 AI 用的。没错，随着发展AI 一定会成为用户行为的入口。而在这些线上联动线下的真实场景应用中，国内像阿里这样拥有完整生态的互联网大厂，无疑拥有更多优势。那我感觉之后 AI 普及了，真是一切都不一样了呀。你想想看，现在你一天里有多少时间在操作，而不是在生活？查攻略、比价格、填表单、排队挂号、等客服回复，这些事情本质上都是信息处理，不需要你亲自来。这么一想，好像确实浪费了不少时间在这些事儿上。想象一下，这些无效操作全部消失，你跟千问说帮我安排下下周体检，他就自动查附近的医院，比较口碑和空档期，帮你预约好，提前1天提醒你空腹，你只需要当天去就可以了。那人的时间就彻底解放出来了。解放出来干什么？这才是真正的问题。工业革命的时候机器代替了体力，人转向了脑力工作， AI 代替了信息处理，人剩下的就是真正需要判断、创造和情感连接的部分。所以不是 AI 抢了我们的活，是 AI 把不值得我们花时间的活给接走了。对的，历史上每一次生产力革命，最后都是人类干更少的重复性工作，干更多只有人才能干的事情。千问的办事能力升级，只是这一轮革命刚刚开始的地方，未来可能所有服务都可以被 AI 重做一遍。年猪肉史诗级暴跌，每斤不到5块钱。那不是排骨也便宜了吗？老爸，咱们这么喜欢吃猪肉，越便宜越好呀。如果对买猪肉的是好事，那谁吃亏了呢？那肯定是卖猪肉的少赚钱了呀。猪肉降价了，他们不得亏死啊？但也不用心疼他们，他们亏钱都是因为自己太贪心了。这话有点过分了吧？人家也是辛辛苦苦养猪的呀。那我问你如果现在猪肉价格一下子涨到了50一斤，利润是现在的10倍，如果你是养猪的，如何才能多赚钱呢？那肯定多买小猪仔，赶紧养大卖钱嘛。所以1年前所有养猪的都是这么想的，于是所有养猪户同时扩栏，一起等待猪长大。等到出栏的时候全国几千万头猪一起上市，你是消费者会怎么选呢？那当然挑便宜的买，反正到处都有卖猪的也知道不降价就卖不出去，那就只能跟着降，大家一起降，价格就从20跌到10块、8块，甚至更低了呀。这至少还能卖点钱吧？养一头猪的成本接近2000，现在卖出去只能收回1500，每卖一头就亏500。更惨的是，猪不能放着不卖，因为它每天都要吃饲料，这就相当于是在吃养猪人的现金流，越等越亏呀。那这个时候猪一直卖不出去，你该怎么办呢？那我还不如直接把猪给宰了，这样就不用再花钱喂它们了呀。没错，当养猪的人亏到把产崽的母猪都杀了之后，市面上也就再没有办法增加新的小猪仔了，而买肉的人还在源源不断的购买，市面上的猪肉库存又会慢慢下降，这样价格就会回升。有人一看又有钱赚，就又开始花
花钱养猪了呀。这是个无穷无尽的循环呀！我怎么感觉把养猪换成房子也是一样的呢？当初房价上涨的时候，大家都是抢着买，开发商也是疯狂高价拿地，拼命盖楼。但是盖房子也需要时间呢，一下子房子太多了，那价格就直转而下了呀。不仅是猪周期，一切的价格都是随着人性在变化。便宜是上一轮痛苦的结果，昂贵是下一轮痛苦的开始。但还有个问题你不要忘了，猪是可以直接处理掉的，很多的过度投资产生的大量库存是没有办法一下子消化掉的。那要说过度投资的话，现在投资最热的不就是 AI 了？如果说现在的技术革命是 AI 的话，那上一轮的科技突破就是互联网。那个时候所有人都觉得互联网是未来，就像认为猪会涨价一样，大量的企业花很多钱买服务器铺光纤，都生怕自己在互联网的竞争中落后呀。但感觉这些投入都是应该的呀。但致命的问题是有个规律叫摩尔定律，芯片的计算能力每隔1年半就能翻1倍。随着英特尔处理器的性能加速提升，企业发现原来100万买来的顶级服务器3年后的性能可能还不如大学生租的云端模拟器。但是旧设备无法直接销毁，为了竞争就只能再花钱去买新的设备。那卖服务器的不就赚翻了吗？所以当时卖服务器的公司，比如思科和甲骨文，甚至推出了贷款业务，专门借钱给需要买服务器的公司。直到大量的互联网初创公司赚不到钱，纷纷倒闭，市面上就出现了大量的价格很低的二手服务器了。这就和猪肉多了一样啊，价格会越来越便宜了呀。没错，现在的 AI 只不过是把英特尔换成了英伟达，互联网公司换成了 OpenAI。AI 一定会改变世界，就像是互联网真的改变了世界一样。但泡沫破裂之后活下来的只有少数真正建立了商业模式的公司，剩下的都变成了当年报废的服务器了呀。还真是太阳底下无心事啊！本质是人性的循环，因为人总是在高点时最自信，低点时最悲观。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是如此的。人因退休前社保少交，退休金比预期少。我按时交钱，怎么最后拿多少还是算不明白？我这打工的退休到底能拿多少呀？那你觉得是不是养老金交的越多，退休后就拿的越多呢？那肯定啊，多交多拿嘛。这就是很多人的误解。养老金确实要交满15年，到了退休年龄才能领，这个门槛不难。但真正决定你拿多少钱的，不是你自己啊。那是谁决定的呀？分2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叫基础养老金，跟你退休时所在城市的平均工资挂钩。你交的再多，要是退休地平均工资低，你拿的就少。说白了呀，你的未来取决于你退休那个城市的平均水平。那第二部分呢？还有一块是个人账户养老金，退休后领取的公式是退休时个人账户存储额除以计发月数。这个好理解啊，就是你给自己攒的那部分，但是有2个限制，个人缴费基数有上限，计发月数是固定的。那这么说，养老金是有上限的呀？那还有一部分得看退休城市，像我这种打工的工作都不稳定，最后在哪儿退休我也不知道，我能控制的东西太少了呀。所以聪明的人不是跟规则较劲，而是在规则之外给自己加一道能控制的防线。未来不确定，还可能延迟退休，想维持退休后的生活品质不降级，光靠社保不够，需要额外准备一笔自己说了算的养老钱呢。看来是得提前给自己计划了呀。老爸，那你做了什么准备啊？我抄着作业呀。我从不赌虚的，我只看确定性。我在支付宝上看了很久的产品，堂前保、养老金、人保、寿险这种央企承保的，它不是让你发财，而是要在你的资产账户里打一根钢钉，专门对付你刚才怕的那些变数啊。那跟社保有什么区别呢？首先是进退自由，你可以按月按年交，甚至一次性投，门槛很低。最关键的是它不绑架你，万一哪天你失业了，手头紧了，它有个减额交清，不像有些坑断了就血本无归，这叫给自己的现金流留个紧急出口，钱没白花，只是换个规模继续增值。那万一我着急用钱呢？这就是它的第2个好处，资金灵活。如果你选一次性投入大约5年左右，现金价值就有机会接近你投入的总额，钱不会被彻底锁住，急用钱时随时都有空间。而且它保证领取20年，退休后开始领，一直领到老，万一没领完就走了，剩下的一次性给家人，这笔钱总能落袋为安。那具体能领多少呀？它采用了保证收益加分红收益的结构，保证收益直接写进合同，这叫锁定下限，让你知道确定的收益。分红收益呢，投保第2年开始，你就有机会领到中国人保这种央企的现金分红，这叫博取上限。累计领到的钱最高有机会到已交保费的4.36倍，1块钱变4块多，抗通胀，跑赢贬值啊！感觉像是跟着央企一起分享经营成果了呀。没错，有保障的老年生活就不是靠猜退休地算社平工资，而是用现在的钱换未来一条自己说了算的现金流，这样老了才能踏实体面，不伸手跟人要钱呢。那感觉我从现在也可以规划规划了呀。当然，从现在开始为自己准备源源不断的现金流，才能抵抗未来的风险啊。